马来西亚的华人真的很疯狂，有件事他们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，那就是他们过节就像疯了一样，每个传统节日都办得比国内还盛大隆重。尤其是前阵子中秋，我感受到非常明显。今年我很荣幸获选为公益慈善大使，能更深入地接触到主办单位，也才知道当地华人对传统节日竟然如此认真。关于华人的传统节日，当地是不一定放假的，尤其中秋节不是官方假日，但华人自己会让城市亮起来。当灯笼被挂上，天色一暗，整个社区就有了温度。这不是谁的安排，而是华人文化的自发动起来。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，有3样东西最重要：庙宇、学校跟社团。庙宇是精神中心，学校是知识根基，而社团是社群网络。这3样像3根柱子，撑起了一个族群的灵魂。庙宇不只是拜神的地方，也是信仰的课堂。很多社区的重大决策都在庙前讨论。学校不只是教书的地方，还是文化延续的通道。社团不只是聚会的地方，而是互助的系统。他们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位华人都能找到坐标，找到归属。在别的国家，文化靠政策，在这里，文化则靠自己。100多年来，马来西亚的华人用庙守信仰，用学校来守语言，用社团来守关系。这3样东西加在一起，就是一种属于当地的生活方式。庙宇的香火是家族的延续，学校的课本是语言的根系，社团的会议则是情谊的纽带。节日到来时，3样东西会自动连成一体。庙宇挂上灯笼，学校派学生演出，社团募款，社区聚了。没有谁出来发号施令，但一切都是那么的井然有序。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像一张有生命的网，你看不到指挥中心，但每一个节点都在呼吸。节日就是这张网的心跳，每一次中秋都是一种自我确认：我们是谁？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为什么还在？要理解这种力量，就要往回看。19世纪中叶，那些从福建、广东、海南出发的先辈，搭着破旧的船，漂了几10天才抵达南洋。他们来时没带什么财富，带的是语言、习惯、信仰和一股不服输的韧劲。他们在锡矿里流汗，在橡胶园里晒太阳，白天努力干活，晚上抬头看月亮。那一轮圆月是他们唯一的家乡信号。当月亮升起时，他们就会摆香案，拜天拜地拜祖先。有人切芋头，有人煮汤圆，没有月饼就用木薯糊代替。他们相信，只要有灯、有香、有月亮，神明就会听见，远方的家人就会知道。那时没有庙，就自己搭棚；没有老师，就请识字的人教小孩念书；没有社团，就自己组议会。这些简单的行为构成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雏形。许多庙宇就是这样成型的。当年的华人没有什么资源，但他们知道要活下去，不只是要饭吃，还要信念，所以他们筹钱建庙，每个人都出一点砖、一点木、一点血、一点汗。庙建起来之后，不只是供奉神明，也成了信仰的象征。这里有香火，有契约，有信仰，也有义气。这就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底色，靠自己，靠团结，靠传承。当年那群人谁也没想过，他们的灯会亮了几百年，他们的孩子会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，会在新的时代继续把灯点亮。几百年过去，庙宇越来越多，学校越来越稳，社团越来越火，华人社会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系统。它不是复制来的制度，是从生存里长出来的智慧。庙宇的香火不只是宗教，它代表了记忆。每一场节日都是一次文化更新。庙会的锣鼓声其实就是华人心里的节拍，那种节奏不会断，因为它刻在骨子里。学校让孩子认识华文，庙会活动让他们知道根从哪里来，社团让他们联系人脉关系，三者合一就成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生态。我在不同城市都看过这种场景。怡保的庙有自己的故事，槟城的庙有自己的风格，吉隆坡的庙又有点国际化。但不管在哪，精神都一样，灯亮就是信号，信号一出，整个社区就动起来。这种文化不是喊出来的，而是做出来的，是靠无数普通人一点一点叠加起来的。有人捐灯笼，有人捐砖瓦，有人教孩子，有人组织活动。他们的名字没上新闻，可他们的努力让文化有了形状。这也是我最佩服马来西亚华人的地方，他们懂得把信仰变成制度，把文化变成生活，把生活变成传承。你看他们的节日，不是放假，是行动；不是仪式，而是链接；不是怀旧，而是延续。
每一次的节日都是一次文化的自我更新，每一次的庙会都是一次族群的精神复盘。你要理解马来西亚，就要先从理解他们的文化系统。它不是写在书里，而是活在庙宇，活在街头，活在人们的心里。我看到的马来西亚华人不只是勤奋和聪明，他们知道文化不是一天的热闹，而是一辈子的习惯。这个习惯从庙宇开始，在学校扎根，在社团开花，在节日里结果。每一个灯笼都是一次文化的呼吸，每一场中秋都是一次精神的延续。这次很荣幸担任慈惠堂的公益文化大使，虽然我能在槟城举办2天的课程，但我的团队还是代表我过去拍摄，也上台致辞。这次活动非常盛大，而且充满公益的意义。他们邀请了孤儿院和老人院的朋友一同参加，就是让这些弱势群体也能感受到中秋团圆的氛围。鼓声响起，舞狮翻腾，舞龙盘旋，花车游行，从庙前出发，一辆接一辆，绕过街角，绕过人群。年轻人cos成不同的角色，在车上挥手，老人坐在椅子上笑，博主拿着相机拍视频。这一幕不只是节日的热闹，而是文化的生命。当主持人宣布文化公益大使上台致辞，灯光聚焦，麦克风递上去，他们的声音透过音响，穿过广场，传到人群心里。他们说，中秋节不只是月亮圆不圆，是我们还记不记得那盏灯。他们说，感谢每一位在庙里出力的人，感谢每一个挂灯笼的家庭，感谢那些坚持办活动的长辈，因为你们让文化还活着。他们说，我们这一代的责任不是模仿过去，而是让传统继续有未来。掌声响起，这种掌声不同于表演的喝彩，是一种认同，是一种传承被理解的共鸣。我在手机前听的那段致辞，心里很安静，也很骄傲，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我想做的事，让文化被看见，让信仰有延续。有时候文化不是用讲的，而是做出来，是一群人用行动去证明的。慈惠堂的中秋就是这样，没有多豪华的预算，没有官方支持，但能办到万人同庆，因为每个人都自觉地想要守住它。有志工一整天没吃饭，只顾布置灯笼；有学生一早就过来搬椅子；有小贩主动捐饮料给大家解渴。这些微小的事连在一起，就是一种信念，一种光。很多人以为庙会只是拜神，但在这里，庙会更像是一堂传承的课程，教人什么叫团结，什么叫信念，什么叫文化不是观念，而是行动。你看那一排排灯笼，它照亮的不只是街道，也照亮了历史，照亮了每个为文化出力的人。中秋本是团圆的节日，但在海外，它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确认。我们是谁？我们来自哪里？为什么要继续？马来西亚的华人很早就明白一件事：要别人尊重你，就先要尊重自己的文化；要文化被看见，就先要自己愿意去做。慈惠堂的活动不是一场表演，而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见文化如何在现代社会继续发光。我看着视频，那些年轻志工忙进忙出，有的拍照，有的剪片，有的直播，有的讲解。他们用的是新的方式去传播老的信念，而这就是传承的最好样子。过去的人靠庙守信仰，而现在的人靠内容守文化。形式变了，但精神没变。以前的灯笼用竹子，现在用 LED。以前的人写书法，现在拍短视频。以前的人拜神求平安，现在的人办活动传文化。看似不同，本质却一样，都是让文化继续呼吸。那一夜的慈惠堂像一座发光的山，灯笼从庙顶垂到街头，鼓声和笑声在夜空里回荡。老人看着孩子跳舞，孩子牵着父母的手，每一个微笑都是团圆的证据。我在视频里看着这些画面，突然想起多年前我刚来马来西亚的夜晚，也是一轮圆月，也是街头的灯。那时我还不懂，原来当地文化不只是传统，更是一种身份的延续。身为文化大使，我常被问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。其实答案很简单，因为如果我们不讲，谁来讲？如果我们不做，谁来做？文化不是靠别人给的，而是靠我们自己去守、去传、去点亮。有些人说时代变了，年轻人根本不信这些。可我看见的不是遗忘，而是新的链接。他们用手机拍灯笼，用视频讲故事，用网络把大马文化带到世界。这不是过去的故事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，是每个平凡人共同写下的篇章。
当我看到我的团队们鞠躬谢幕，看到观众站起来鼓掌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灯能永远亮着就好。只要灯亮着，就有人还在记得。夜深了，人潮散去，志工开始收拾现场。风吹过，灯笼还在轻轻摇晃，庙前的香还在燃，那股味道混着月饼的香甜，有种说不出的安稳。我想起老一辈的人跟我说过的一句话：文化不靠保护，而是靠活着的人传下去。你要他活，就得去做，得有人挂灯笼，得有人讲故事，得有人愿意上台，得有人愿意相信灯火会继续亮。中秋节的光不是一场活动的结束，而是文化延续的开始。它让人们明白，传承不是重复过去，而是让信念继续有未来。所以我常跟身边的朋友说，马来西亚的传统节日是一种信仰的象征。它告诉我们，在远的地方也能有归属，在陌生的地方也能有光。文化不是靠嘴上说说，而是那个还愿意挂灯的人，是那个还愿意教孩子写中文的人，那个还愿意组织活动的人，他们才是真正的火种。当最后一盏灯熄灭，月亮还在；当最后一首歌唱完，心还热着。这就是马来西亚的中秋，一场没有放假的节日，但却让全世界看见什么叫做信念的光。文化不是历史，是呼吸，是他们每年点亮的一盏灯。每一次的节日都是一次回家的路。当我再次看向中秋那片灯海，我在心里默默的希望，请你继续照亮这片土地，照亮这群守灯的人，因为他们才是让南洋发光的月亮。